Hello，大家好。Hello。今天呢，我们打算要去看一下，几款新车。因为我们之前那几次去的时候呢，都看了一些二手的，应该算豪车吧，二手豪车。完了以后呢，也没有看到特别合适的啊。不是太贵呢，或者是就是太旧。对。但是也有好多粉丝朋友啊，在评论区留言说让我们去看一看新车啊，就是比方说，在我的印象中推荐的最多的应该就是长城的坦克300。对，其实这款车子我也是之前也是有所了解的啊，因为这款车子实在太火了，头条里面到处都是它的就是那种视频啊。车子呢其实样子我觉得挺时尚的啊，特别是它的车尾的设计，我觉得挺喜欢的。所以呢，今天打算跟艾米同学呢去长城的4S 店去看一下，对，看一下新车。因为确实旧车也是存在很多的隐患嘛，然后我们看看新车要是符合我们条件的话是最好的。对，好了，我们现在到了长城4S 店啊，长城这边好像还分好多品牌，这边是哈弗，然后这边是魏品牌。好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黑色的啊，这款是黑色的展车。整个房间里面光线不好，从这个角度看还行。我觉得这一块的造型啊，还是挺帅气的，有点像是路虎卫士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整个这种车灯，我觉得特别立体，然后特别亮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帅气啊。然后包括车的侧面，太搭了，美女与野兽的那种感觉。真的假的？把门别关。这个坐姿好像是不是有点低啊？对呀，它这个有点低。它可以往上调的吧？它这个没电了吗？没电了吗？可能是没电了。然后整个车子，我其实特别喜欢它这个车子的2个大屏幕。很帅气，有点像是。这个也很好看。对，这个造型也很好看。它虽然就是说，你看啊，这还是带皮的呢。我去，10几万的车子居然还是皮的。就是整个车子虽然没有那种特别奢华的感觉啊，因为它价位摆在那里，但是我觉得它整个设计还是挺时尚的。你包括这种出风口，其实有点类似于奔驰的那个出风口。然后前面还弄了一个小表。计时器。这个是表，不是计时器。是吗？是表。那我个人觉得啊，如果这个装一个那种海拔高低的这种，我觉得更合适一点，因为毕竟是一款硬派越野车嘛。然后整个后排我看一下，后排的空间其实也还不错啊。整个坐进来的感觉不像是这种，不太像是紧凑型 SUV 的那种感觉，挺宽敞的，已经接近于中型 SUV 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实际上它是紧凑型的。然后座椅的软硬程度啊，我觉得也还不错，就是你看它的这种支撑性啊，腿部的支撑能力啊，它这个应该是高配的吧，都是皮的座椅。这个具体的参数我还不是很确定。这是整个椅子的这种坐姿什么的也还算不错吧，整个空间我觉得挺好。这个空间不是说了吗？紧凑型的有这样的尺寸，其实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这个方方正正的这个车型给它带来的这种大空间，跟我们汉兰达有点像，我觉得它其实唯一不好的就是后排有点短，本来车子整体的车子比较短，所以导致它那个你看中间这个位置也还可以，但是它不是全景天窗。正好打开机舱盖了，我们看一下，这款是 2.0T 的发动机啊，这款是功率是167千瓦，扭矩是387，已经算很不错的数据了。然后配备的是8AT 变速箱，油箱是80升。它这个能放平的。对，是可以放平的，但是放平了以后，你如果平躺的话，我估计还是可以的。我就躺不了了，可能它的长度应该没有1.8米吧。对，主要是后面稍微。放倒以后它有多长啊？从前排靠背到这边这儿1.8米不到。不到是吧？我估计我是伸不直。你要是在这躺着眯瞪会儿还可以，
对，床车人家就稍微挤了一点点。对，1个半小时左右。对的，1个半小时才能约到试驾。这么久啊？前面还有6个。觉得这样我开就挺爽的，就刚才塌下去了，现在往上调了一点。坐姿高一些了。请问你觉得这辆车怎么样？我觉得我能开。你谁还不能开吗？请问，这话说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女的来说，开这个车觉得也是挺帅的。对吧？好高啊，这样上去。对，因为它是带大梁的嘛，所以底盘就会高一些。觉得出去玩真的很不错。然后终于轮到我们试驾了，橘色的。等这个试驾真的是够辛苦。今天正好赶上假期，人多。哇塞，好长啊！这个造型的钥匙好像第一次见，有没有感觉像是一把水果刀？经过1个小时的等待，然后差不多2个小时吧呀？没有1个多小时啦。我们4点多嘛，然后5点多试驾的，1个多小时的等待，然后呢10来分钟的试驾啊，让我体验了一下这个传说中的网红车坦克300。实际上呢，感觉还不错啊，还是有点出乎意料的，因为作为一款10几万、顶配22万左右的车子啊，给人驾驶的感觉啊，有点接近于像我之前试驾过的那个XC90啊，还有什么宝马X5啊，50万以上的车，50、60万的车子，我觉得也就差不多是这种状况啊，这种底盘的滤震啊、静音效果啊，还有整个驾驶起来的一个这种舒适性、豪华性啊。给人一种挺高级的感觉，就是简单的讲一句话，就是挺值这个钱的。这个就是给我的物有所值。对，就是给我这么一个感觉啊。然后，但是呢，它总的来讲呢，这个悬挂呢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偏硬，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硬派越野车嘛，它可能就是要求底盘有一定的刚性啊。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在公路上走的时候啊，就是感觉不大，就觉得它的减震还是挺好的。但是在过那种坑坑洼洼的路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硬啊。我坐在后面的时候还会有那种坑的。但是我觉得应该也还算能接受吧，这个感觉啊。然后它的那个油耗，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偏高。对啊，这个我估计也是没办法了，因为毕竟啊，它这辆车子是带大梁的嘛，然后车重已经听说达到2.2吨了。那你说 2.0T 去驱动一个2.2吨的这么一个车子，你说油耗它低不到哪里去啊？他那个长城的那个销售说，他们有客户反映，就是正常的在市区里差不多12个油左右。对，那跟我们汉兰达有点接近了。现在对它唯一有一点觉得是，一个是它的动力，它是2.0T 的，它说起来可以拖拽2.5吨的后车，但是我们基本上如果我们单轴的车子呢，肯定是够了。然后我们是要考虑，如果要换双轴，还是会可能也是够，但是可能将的，就是觉得也不是，主要是什么你知道吗？主要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比较特殊，比方说要去西藏啊、新疆啊那些，比方路况会复杂一点。其实，在市区其实拖这种欧式其实也足够了，只是说我们的要求会更高一点而已嘛，对吧？整体我觉得车子还是挺好的，然后但是我们呢还是比较期待啊这个坦克600。这款车子，因为它后备箱不够大，300不够大一点，对，整个车的空间感会更好、更大一点。然后呢，会配3.0T 的发动机啊，然后9AT 的变速箱。但是听说这款发动机是第一次亮相，还是会存在一些可靠性的一些隐患在。但是这个还是我们的期望值还是蛮高的。还是希望他说到时候出来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车子到底怎么样。可能得等到下半年了。然后另外一款车子呢，就是我们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探险者，福特探险者。我估计我们应该也是在这几个车子里面选。福特探险者大切诺基其实也挺不错的，人家那个4驱的，然后还是带底盘升降的。今天时间不够了，我们只能看一下坦克300，下回早点出发，然后我们再把其他那几款车子也看一下，对比一下，做一个比较。其实我现在目前还是觉得看新车比较合适。二手咱们新车就没有那么多的后续的一些琐碎的问题嘛。对，买过来所以就在这几个车里面，咱们再好好考虑一下。